这是沙漠中的椰子树，果实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是不可多得的食物。看着绿油油的颜色，很明显还没有成熟，但果实就是要趁早吃。贝爷摘下一颗，咬了一口，这口感在沙漠中求生都没它苦。本期贝爷来到了撒哈拉沙漠，这里是世界上最炎热的地区之一，夏天的气温更是超过了54摄氏度，仅仅几秒钟就会让人头晕目眩。贝爷只带了一些简单的求生工具，就从2000多米的高空跳了下来。在沙漠气候中，有2件事情会直接要了你的命，一个是中暑，另一个就是脱水。而逃离这里唯一的方法是前往几百公里外的阿特斯山。因此出发前，贝爷脱下了身上的 T 恤，用小刀割成布条，然后利用身体里自带的水分把布条浸湿。这样做成的头巾不仅可以遮挡阳光，还能给头部降温。像这种事贝爷已经不是第一次做，所以动作十分娴熟。在沙漠中生存，除了最重要的水外，其次就是食物。虽然这里找水并不容易，但是可以抓一些小动物来充饥。贝爷就发现了一只骆驼猪，它的长相介于蜘蛛和蝎子之间，行动十分迅捷。贝爷先用树枝牢牢地按住它，然后切除前腿和头部，至于剩余的部位就成了贝爷的蛋白质。那一瞬间，他感觉好像是什么浓汁在嘴里炸开了。虽然分量很少，但在沙漠里要做的就是少食多餐。走了很久，半点水的影子都没见到，因此贝爷对水壶里的水十分珍惜，每次只敢喝一小口来润润嘴唇和喉咙。在沙漠里最难走的地方就是这种不断流动的沙丘，踩上去脚下就像糖浆一样，走一步滑2步。等贝爷到达顶部时，已经累得直喘气，但在沙漠里停留就等于坐以待毙，所以他不敢停歇，要赶在水壶里的水耗尽之前多走些路。眼下的斜坡，贝爷就打算快速跑下去节约时间，只需要保持身体向后倾斜，然后大步的向前奔跑，这就能快速到达底部。真是爬山半小时，下山5秒钟。利用东北风吹出来的沙丘形状，贝爷重新确定了方向，接下来便朝着西北方的阿特斯山出发。很快他就发现了一棵棕榈树，在沙漠里这简直就是救命稻草，既可以提供食物和水，还能当成庇护所。植物通常会长在靠近水源的地方，因此他打算在地面挖个坑，看能不能找出水。只是这个动作会让身上出更多的汗，但对于水的渴望还是让贝爷干劲十足。挖了一个小坑，发现没有半点水的迹象。正所谓方法总比困难多，他立马想到可以做一个露水坑来收集露水。先是挖上一个半米左右的坑，然后铺上一些棕榈叶，接着再把石头放在棕榈叶上，这是为了利用白天和夜晚的温差，在石头上凝结露水。为了减少水分的蒸发，最后还需要在石头上盖上一层棕榈叶，水的问题暂时得到了缓解。贝爷接下来打算找点食物来充饥。在沙漠里让人充满希望的是，随意移开一块石头，下面就藏着一只肥尾蝎。肥尾蝎的毒性在蝎子里排名很靠前，但在贝爷眼里却也是美食榜上排名很靠前。只需要用木棍按住蝎子去头掐尾，剩下的部分就是非常可口的沙漠点心。紧接着，贝爷还发现了一棵枣椰子树，上面的枣椰子可是来之不易的大餐。贝爷赶紧手脚并用的往上爬，唯一需要小心的就是松动的树皮，每一步都要用脚紧紧的撑住。等到达顶端时，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但好在眼前密密麻麻的枣椰子给了他一丝安慰。看这绿油油的颜色，显然还没有成熟，但果实就要趁早吃。贝爷摘下一颗，咬了一口，这口感在荒漠中求生都没它苦，但还是要尽量的多吃一点，因为可以补充出汗而流失的水分。等吃够了苦之后，贝爷爬了下来。现在他打算在天黑前搭建一个营地，利用小刀割下几片绿色的棕榈叶当做床垫，这可以把滚烫的沙石隔绝开来。由于沙漠里的昼夜温差很大，接下来贝爷又找来了一些干枯的枝叶准备生火。先做好底座，然后把一根长枝条削圆做成钻干，最后使出吃奶的力气在木块上摩擦。经过1个小时的努力，贝爷成功得到了燃蝎。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燃蝎并没有点燃萤火，这使得贝爷很愤怒。俗话说得好，人要学会知难而退。贝爷立马拿出打火石，成功升起了火堆。第二天一早，贝爷就迫不及待地前去查看昨天设置的露水坑。果不其然，石头上面布满了露水，虽然不多，但十分解渴。出发前，贝爷还用炭灰抹到了眼睛的周围，给自己画了一个熊猫妆。帅气不说，主要是这样能够减少反光，起到保护眼睛的效果。做完这些，他就继续朝着阿特斯山前进。虽说在沙漠里看到的食物都要利用起来，但像这种沙漠葫芦可千万不能吃，它看上去像西瓜一样十分的美味，其实味道非常的苦涩，如果吃下去就小命呜呼了。不过它的汁液有抗菌消炎的作用，经常被当地人拿来治疗痔疮。虽然沙漠葫芦不能吃，但贝爷知道要到哪里寻找食物。贝爷抓到了一只小鲨鱼，长得很像小蜥蜴。这种动物最奇妙的地方是会用前肢和后肢在沙子下面游泳。男人之死是少年，贝爷调皮的松开了它，果然小鲨鱼一着地就立马钻进了沙子里。贝爷顺着它蠕动的痕迹，又把小鲨鱼给抓了回来。到手的食物怎么能轻易放走呢？拿出小刀切掉它的头部，然后就开始品尝起来。内脏混合着肉，就像是在吃大杂烩。不过这些都是珍贵的蛋白质，贝爷强忍着咽了下去，补充了一些能量，继续赶路。很快到了正午，此时是太阳最强烈的时候，贝爷立马找了一棵树遮凉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如果想要让自己更加凉快，
就可以挖出一个15厘米深的坑，然后再躺进去，这样至少可以凉快15度。等到太阳没那么强烈后，继续出发。由于长时间的缺水，加上沙漠中的炎热环境，使贝爷走得口干舌燥。但好在他发现了一棵阿拉伯胶树，掰下枝干上的树胶，这是沙漠里的一种天然口香糖。贝爷要做的就是把它放到嘴里咀嚼，这样就能促进唾液的分泌，好让嘴巴没那么干。同时，这棵树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他离阿特拉斯山的山路不远了。很快就来到了一处干涸的河床，旁边已经干枯的植物表明这里曾经有水流经过，并且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地面的沙子颜色要更深一些。随即贝爷拿起石块便刨了起来，里面湿润的泥土让他喜出望外。可问题是该怎么把水弄出来？贝爷灵光一闪，把湿润的泥土放进 T 恤里，然后紧紧地包裹起来，使劲挤，这样水就会汇集到底部。再用力一吸，虽说不多，但却能够救急。接下来贝爷每走上几步，就在岩石上发现了一些图画，很显然这是当地游牧民族留下来的，而这里就是他们的牧场。那么贝爷此次的挑战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